她明明身为贵族嫡长女，却要屈尊下跪，给妹妹做婢女。渋い。入れ直して。父亲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反而默许了妹妹的行径。女孩只好选择逆来顺受，就连唯一对她百般呵护的青梅竹马，也因权势被迫迎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而为了巩固家族地位，父亲决定将她嫁到异能强大的九堂家族。大婚前并没有车队相送，就连女孩自己也才发现，原来出身贵族的她，嫁妆竟也只有几件单薄的衣物。これが嫁入り道具の全てだとは誰も思わないだろう。全家都在精心策划着妹妹的婚礼，可美式却无一人送亲。即便所有人对她的离开都漠不关心，但美式还是选择了好好告别这个曾经养育过她的家庭。临行前，女孩抚摸着妈妈生前栽种的老树，虽然已经被父亲锯断，但它依然是女孩世上唯一的情感牵绊，上面承载着她对母亲仅存的记忆。在漫天飞舞的樱花瓣下，曾经的她也有过幸福的生活。可在这个以家族荣誉为首的国度，相比起从小便没有异能的自己，或许天赋异禀的妹妹才更适合得到一切。对于美式的处境，妹妹却幸灾乐祸着。传闻九堂长子性格怪异，向来冷酷无情，曾有许多名门世家的千金都与他有过婚约，可结果不是被其逼走，就是在半路被残忍杀害。美式也曾在家中的仆人口中听过这个传闻，但对他来说，自己的一生如履薄冰，只要能摆脱家族邪恶的魔爪，再艰难的生活也不过如此。然而此时的美式还全然不知，这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将在今后彻底改变他的一生。历经蜿蜒曲折的山路，美式终于抵达了九堂家的大门。相比于自己想象中的奢华，九堂家的大门却更显朴素。初见九堂，美式便习惯性的跪在地上。他早已看淡了世人对他漠然的态度，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在流逝的时间里努力的配合对方。ミオ、どう言ったな。はい。ここでは私の言うことに絶対従え。出て行けと言ったら出て行け、死ねと言ったら死ね。異論反論は聞かん。九堂冰冷的态度让美式心头猛地一颤，对方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尖酸刻薄，而他的世界也仿佛被黑暗死死笼罩，寻不得一丝微光。美式刚来新家的第一天，便和以往一样深陷噩梦之中。他总会梦见母亲温柔的面容，因为唯有那张脸庞才能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早起的美式很快来到厨房，他熟练地操作着厨具，想为九堂做一顿丰盛的早餐。而这一幕也恰好被家中的管事撞见，他先是大惊失色，随后便笑着朝美式说道：“这些厨房内的杂活交由他来处理即可，毕竟身为准夫人的他本不该操劳这些。”然而美式却依旧坚持要给九堂做饭。管事阿姨拗不过他的执着，便同他一起为九堂准备着早餐。只是让美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精心准备了一早上的饭菜，九堂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反而用充满杀气的眼神死死盯着他。原来九堂在清晨准备用膳时，突然感知到了门外用来窥探的式神，这便意味着自己的家族已被人盯上。他将式神紧握手中，首先怀疑的对象便是刚来的美式。何が入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のは食えん。九堂的反应也彻底扑灭了美式心中的那颗火苗，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再次经历时，他还是会感到钻心的疼痛。见九堂如此反应，从小将他抚养长大的奶娘便指责他不该如此，因为美式做饭时自己就在身旁，他能看出女孩是个不谙世事的清纯少女，更不会做出投毒之事。九堂听后并没有说话，而是先将那个式神带到了总部。他手里掌管着一支强大的异能分队，里面个个都身怀异能。可还没等他同众人查证式神的来源，队员们的目光便定格在了一个街边捡来的玻璃瓶上，里面竟突然伸出蔓藤似的怪物，并毫不畏惧异能者释放的猎物，直到九堂出面遏制。待到九堂将其制服时，才了解到这个异形其实是异能者死后怨念的化身。现如今这种虫子早已藏身在了整座城内，当人们被其附身时，便会被它控制意念和身体，跟丧尸没有任何区别。为了消灭这些虫子，总部特地给九堂安排了一个名为贺木的人作为辅佐。直至夜幕降临时，九堂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中，而他也很快看到了酒后在门口的美式。他极力解释着早上的事情，想自证清白，可九堂的目光却停留在了美式的穿着上。他的衣衫破旧不堪，手上还遍布厚厚的老茧，这跟他之前见过的所有贵族千金都大为不同。他隐约间能感受到眼前的女孩并无恶意。随后九堂便来到浴室准备洗澡，他拒绝了美式传统的烧火热水，而是动用出了自己的火之术。
仅在片刻之间，浴缸中的水便被烧开。美式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九堂知道女孩的接近并无敌意，便也逐渐卸下了冰冷的伪装。なぜ息をするように謝る？謝るな。謝罪をしすぎると軽くなる。随后九堂便递给美式一包草药，他叮嘱女孩一定要在为她沐浴的时候将其放下。然而面对九堂的温柔，美式却显得格外煎熬。她根本不敢奢望世人对她的柔情，因为自己天生便没有异能，所以才会在家族中处处受到刁难。如若九堂家知晓这件事情，或许她很快就会被送回家族。可在真相没有揭晓前，美式还是会在清晨早起，忙碌着九堂的早餐。令她意外的是，这一次的九堂少了以往的桀骜，她端起碗筷细细品尝起来，也会在吃过一口后对美式的厨艺表示夸赞。可得到九堂的肯定后，美式眼中却不自觉地流出了泪水。誰かにお料理を褒められたのは初めてです。看到女孩子哭泣，向来高冷的九堂却也会在此刻倍感无措。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才会因为一个不经意间的肯定而泪流满面。九堂开始被这个把道歉时刻挂在嘴边的女孩深感同情，于是便在出门的时候特地叮嘱奶娘要在她回来时汇报美式一天的作息，而自己则是来到总部调查着美式之前的生活，才发现原来美式因为没有异能而受到家族排挤，就连她的母亲也在幼时不幸去世。看着屋内认真翻阅美式资料的九堂，贺木竟也开始好奇，原来传闻对女性冷漠至极的九堂先生，竟也会在此时关心起了自己的未婚妻。或许就连九堂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个女孩早已慢慢走进了他的内心。九堂时而会盯着女孩的动作发呆，奶娘告诉他，美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缝补自己的衣衫，并且夜晚还会噩梦连连，不忍看她这般凄惨。九堂开始试着走进她的内心，便在撞见美式的时候忽然从身后叫住他，让对方明日陪着他出门逛街。而美式却认为自己蹑手蹑脚，陪同出门只会给九堂增添麻烦。可还没等他做出拒绝，九堂便快一步敲定了此事。然而隔天，就在美式准备出门时，奶娘便惊奇地发现，在他手上的老茧已经逐渐淡却。美式解释道，或许是少爷浴缸中的药草顺带治好了他的手。可奶娘却在听后发出了阵阵笑声，因为九堂从小便讨厌药语，这显然是他特地为了给美式疗伤而做的。霎时间，女孩眼中闪过些许错愕，她呆愣在原地，感到欣喜的同时却又愈发自责，因为美式始终坚信没有异能的自己根本不配拥有别人的好。然而她却完全忽略了自己惊骇世俗的容颜。当九堂看到赶来的美式时，便连忙闪躲自己的目光，一时间的他竟也感受到了久违的心动。九堂带着女孩来到了自己常去的服饰店，老板娘看到后便大为感叹，因为这是少爷第一次带着女孩来他店里，而九堂只能尴尬地躲避对方的询问。可就在他将目光投向美式时，心跳却再一次漏掉了半拍。看着美式对眼前粉色的面料如此入迷，经过询问下才得知，原来母亲生前也喜欢穿这种粉色的布料。虽然九堂带给他的感觉总是夹杂着一丝柔情，但美式还是会习惯性地低着头讲话。只是与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是，每这时九堂都会严肃地让他抬起头来。其实比起这些拘谨的礼节，他更希望看到美式活出自己的样子。也就是在女孩抬头的一刻，他的心中便长出了希望的种子。而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甜品的美式，也不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她双眼放光，像个孩提般天真可爱。看到她惊喜的表情，九堂也不自觉地露出笑容，而维系在两人之间的那缕情愫也在此刻悄然蔓延。当他们从餐厅走出后，守在附近的贺木也看到了两人亲密的举止，他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与慕逆，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的百姓此时正捡到了一个奇怪的虫子。也正因为这些潜在的隐患，如今的帝国逐渐开始动荡不安，而九堂的家族也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浩劫，重新汲取到世人善意的目光。美式心中的那道疤痕似乎也得到了修复，重新长出了新的血肉。可没等他继续沉溺在喜悦之中，现实便再一次给他来了一记重击。他再次遇见了那个狠毒妹妹，为了避免争吵，青梅竹马想要将她带走，可妹妹却丝毫不予理会，
反而变本加厉地嘲讽着美式现在的生活就如同阴沟里的老鼠般昏暗无光。这一次的美式并没有哭，因为她铭记了酒堂教给她的话，可这种强烈的隐忍与克制却突然引发出了美式的哮喘病，她开始呼吸急促，变得紧张不安。然而就在她即将瘫倒时，贺木便及时出现，将她扶起。感受到了美式的病情，他随即拿出一张手帕递给对方，随后便将手放在女孩的头顶，并使出了他的异能。片刻过后，美式的呼吸很快得以缓解，可等到奶娘找过来时，方才那人便早已消失。得知此事后的酒堂很快便来到美式的家族，他气愤地警告美式的父亲，表示自己将会准备大把聘礼风光迎娶美式，但给出的前提条件是要为之前对美式做的行为向他赔罪，否则酒堂家便会断绝跟他们家族的一切往来。而就在酒堂说完准备离开时，却在走廊遇到了美式的妹妹，仅是一个侧目，他便对这个白发男孩彻底沦陷。询问母亲后才得知，原来这人正是美式的未婚夫。他一时间愣在原地，心中也做起了不好的打算。待到酒堂夜晚回家时，他便在走廊上听到美式房间传来的喃喃声，他嘴里不断念叨着花姨，语气显得格外痛苦。于是酒堂便关切地呼叫着他的名字，见房内迟迟没有回应，酒堂便推门而入。此时美式的额头遍布汗珠，并且眼角还残留着2道深深的泪痕，他的手掌冰凉，酒堂不由担心起了他的状况。可就在这时，周围却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异能力量。隔天酒堂便将美式嘴里的花姨找来，这曾是他母亲生前最亲近的人，也是一手将他抚养长大的奶娘。看到这个多年未见的身影，美式堆积在心中的伤痛也在顷刻间彻底爆发。而花姨总是会同母亲般温柔地安抚她的心灵，也正是通过这一次的久别重逢，美式才得以明白自己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于是她赶忙找到酒堂，并颤颤巍巍地告知他自己没有异能的事实，就连念书也只念到了小学。他从小便被家族当作仆人，缺少家庭教养。他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他，自己一直隐瞒，是因为他不想再度遭到驱逐。说完后，美式便做好了被酒堂驱赶的准备，却不知对方根本不会在意这些。みんなあなたどうでもいい。私たちの間には必要ない。お前に出て行かれては困る。もう少ししたら正式に婚約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るのだから。嫌か？私とこのまま暮らすのは。私、ここにいたいです。旦那様が許してくださるのなら。得知酒堂的想法过后，美式眼中便绽放出了难以掩盖的璀璨星光，也在心底暗自发誓，自己定会倾尽毕生温柔，与这个男孩子相守一生。今后的美式会因担心酒堂工作太累，没有好好吃饭，便会特地为他做好丰盛的午餐送给他，而酒堂也会因美式的到来，在手下面前露出罕见的笑容。看着远处正在用膳的酒堂，美式眼中也散发出了万般柔情。从此这个男孩彻底住进了他的心里。虽然酒堂之后的公务繁忙，但还是会命奶娘买下许多衣衫供美式挑选。可好景不长，仅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美式便突然被人掳走。部下很快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酒堂，原来绑走美式的是他的继母和父亲，他们打算将美式偷偷卖给其他家族，这样一来，美式的妹妹便能顺理成章地取代他的位置，与酒堂完婚。为了报复前些日子受到的屈辱，继母将美式绑来的同时，还对其狠狠地侮辱了一番。可就在他们以为自己的计划即将得逞时，却不知此时的酒堂早已赶到了他们家族。どうします？声をかけても開けるかどうか。問題ない。他很快来到屋内，四处搜寻着美式的身影，一个个前来阻拦的异能者，在他手上也无疑能撑过3个回合。美式的父亲也参与了这场阻挠计划，可美式却依旧不打算顺从，因为这是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即便是迎来死亡，他也不愿再说一句顺从的话语。好在经过重重困难，酒堂终于找到了倒在地上的女孩，他心疼地将其抱起，并离开了这片火海。只是在临走时，美式的妹妹却突然出现，她质问酒堂自己到底哪里比不上美式，她才会大费周章做出这般选择。顔だの才能だのどうでもいい。天地がひっくり返って、お前を選ぶことはない。几日后，贺木来到酒堂家做客，再次遇见了美式。看着女孩脸上的伤痕，贺木不由询问她受伤的原因。その怪我は
これは、名誉の負傷です。听闻美式的回答，九堂心中也泛起阵阵涟漪。在一旁目睹着两情相悦的两人，贺木脸上却布满了不悦。临别前，贺木交给九堂一个式神，表示如果想要美式不再被梦魇缠身，就带着他去找自己。九堂感知到了贺木的话中还隐藏着秘密，于是便赶忙来到总部，翻阅着美式的族谱。他这才恍然得知，原来贺木和美式是同族人。得以肯定的是，现在能救美式的唯一办法，只有让他回到自己的家族。看着噩梦频发的美式，九堂没有丝毫犹豫，便带着他找到了贺木。此刻贺木的族人已经在此恭候良久，而族长也说出了一个令众人错愕的事实，原来从小没有异能的美式才是整个家族中异能最强大的一人，而他这么多年来的异能其实是被封印了，因为力量实在过于强大，美式极有可能被其反噬致死。但封印力量的同时，却也会给他带来接连的噩梦。如果不尽快解除封印，稳固他体内的异能，美式的生命便会受到威胁。但想要彻底解决此事，美式就必须留在薄刃家族。即便九堂心中充斥着眷恋与不舍，但比起他的生命来说，九堂还是毅然选择独自离开。可就当他回到总部时，这里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下属传来通报，异能分队内部混入了可怕的虫子，其中有1半以上的队员都被他们附身，从而彻底丧失了意识。原来这一切都是此一世界权力最大的帝王设下的陷阱，因为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忌惮九堂家族的实力会动摇他后继者的地位，便命人偷偷潜入九堂家族放出虫子，为的就是削弱九堂家族的势力，并趁此机会除掉九堂。看着周围的局势逐渐变得不可控制，九堂担心此次战争会伤及无辜，便下令在总部周围布下结界，防止虫子流出。但这样的举动也会让结界内的人无法释放异能，这就意味着九堂要与自己人兵刃相见。看着曾经的伙伴一个个都丧失意识朝他扑来，九堂却始终都没有动用杀机。而另一边的美式无意中听到了贺木跟族人的对话，知道了九堂现在的处境，便不顾贺木的百般阻拦，执意要去帮助九堂。情急之下，他释放出了体内强大的异能。美式的异能是可以潜入到任何人的意识中，在精神世界里操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摆脱贺木后，美式便朝着九堂的方向奔去。只是在这之前，他再一次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在漫天飞舞的樱花瓣下，母亲曾温柔地对他说：“你也一定会遇到自己的幸福的。”与此同时，随着局面愈发混乱，九堂也终于露出了剑芒，可他却始终都不忍杀害自己的兄弟。就在关键时刻，美式终于赶到此处，他在结界外施展了自己的异能梦之术，并潜入九堂的意识，操控他一个个除掉了异能者体内的虫子。只是在这之后，他也遭到了无尽的反噬，是贺木及时出现，帮他平息了体内混沌的力量。奈何他无意，却不小心踏进这春花秋月。不知过了多久，小队成员们都纷纷恢复了意识，而他们也迎着黎明照下的那抹曙光紧紧相拥。最终，当初那个唯唯诺诺的少女变得坚毅，而2个相爱的人也终于迎来了爱情的曙光。ミオ、結婚してもらえるだろうか。後悔なさいませんか？するわけないだろ。ふつつかものですが、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